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5日星期六，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IMF， 乌克兰战争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影响。路透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六表示，预计将在下周将乌克兰提出的14亿美元紧急融资请求提交其董事会批准，并与邻国摩尔多瓦当局就融资方案进行谈判。这家全球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推高了能源和谷物价格，并向邻国输出了100多万难民，同时引发了对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制裁。虽然情况仍然高度不稳定，前景受到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但经济后果已经非常严重。在价格压力已经很高的时候，危机正在对通胀和经济活动造成不利冲击。全球将感受到价格冲击，每个国家应该为食品和燃料占费用更高比例的贫困家庭提供财政支持。如果战争升级，经济损失将会增加。美国、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制裁，也将对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并给其他国家带来重大溢出效应。除了人员伤亡外，乌克兰还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海港和机场被关闭和损坏，许多道路和桥梁遭到破坏或摧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周表示，根据现有的备用安排，乌克兰在6月份还有22亿美元的可用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正在积极与摩尔多瓦讨论融资方案。摩尔多瓦已要求增加并重新调整其现有的5.58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计划，以帮助应对当前危机的成本。加拿大2021年 GDP 增速创20年来新高。对加拿大来说，当前盖过战争头条新闻的好消息是该国去年的经济复苏。加拿大2021年 GDP 上涨 4.6%， 是20年来最显著的增长。据 BNN Bloomberg 报道，2020年经济萎缩幅度为60多年来最大。在加拿大统计局于2022年3月1日报告2021年第四季度 GDP 为 6.7% 年化之后，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在第二天上涨了3位数 251.1， 收于 21,255.60。虽然基本经济条件有利，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持续的武装冲突威胁着市场稳定。经济学家认为第一轮的加息预测是正确的。加拿大央行于2022年3月2日将其关键利率上调至 0.5%。来自 BDO 加拿大的 Adam Brown 预计，在年底之前将有5次加息，尽管他说没有必要恐慌。虽然各经济体摆脱 Omicron 影响的速度比预期的要快，但美联储表示，通胀升温的速度甚至快于预期。他们不排除可能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之间正在进行的战争。石油、天然气、化肥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飙升。加拿大央行现在担心的是价格的上行压力，尤其是能源和食品相关大宗商品。该行预计短期内通胀率将高于其2022年1月的预测。RSM 加拿大经济学家 Tung Wan 表示，通货膨胀可能难以驯服，因为油价上涨和全球供应链中断超出了美联储的控制范围。黄金和房地产是抵御通胀的良好对冲工具。加拿大央行预计2022年 4% 和2023年 3.5% 的增长将远高于近期的历史趋势。同时，加拿大的经济正在复苏中。中国增加国防开支至 7.1%。美联社：中国将在2022年将其国防开支提高 7.1% 至2290亿美元，高于前一年的 6.8%。周六的声明标志着强劲支出的延续，这赋予中国建设一支日益强大的军队，来面对美国武装部队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另据腾讯网报道，尽管中国军费支出将会继续提升，但是与美国相比，仍旧有很大的差距，不到美国的1/3。相关数据显示，在2021年的全球军费排名中，
排在第1名的是美国，全年军费高达7405亿美元，中国则是排在第2位，但是只有2000亿美元出头，与美国有着不小的差距。排在中国后面的分别是印度、德国、英国、日本、沙特、法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排在第11位。由于这些国家的军费都只有几百亿美元，所以中国今年的军费支出依旧会排在全球第2位。时隔2年，中国军费增幅再次突破7%，引起了外媒的关注。有外媒称，这标志着中国继续保持强劲军费支出，中国正在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还有外媒声称，中国军费的增长将会造成亚太地区的军费竞赛，甚至有人将中国军费预算的增幅与当前的俄乌局势联系起来。这些说法都被认为是无稽之谈。中国的军费预算完全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而且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路线。但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只有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免受侵扰。国家邮政，普京警告不要设禁飞区。随着乌克兰领导人敦促北约承诺在乌克兰上空建立禁飞区，普京周六警告说，任何考虑采取此类行动的国家都将被视为冲突的参与者。普京表示，另一个大国在乌克兰实施禁飞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俄罗斯视为进入军事冲突的一步。他说，这样的步骤将给欧洲和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北约认为，禁飞区将导致与莫斯科的对抗。在周五晚些时候，基辅发表的激烈演讲中，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了北约领导人，并表示，由于西方不愿干预，已经为俄罗斯继续轰炸城镇和村庄开了绿灯。泽连斯基说，他不同意直接行动可能挑起俄罗斯对北约的直接侵略，并表示人们会因为西方的软弱和不团结而死亡。周五，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警告说，引入禁飞区可能导致欧洲的全面战争，涉及更多国家，并造成更多的人类痛苦。总理特鲁多还表示，加拿大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他明确表示，冲突不应升级至北约部队与俄罗斯士兵对抗的地步，这可能会引发核冲突。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